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是处于中型轿车，也就是 medium sedan 和豪华轿车 luxury sedan 之间的一个车款，也就是经济型的大型房车。在我旁边的福特 Taurus 就是一款经济型大型房车，它的竞争对手有丰田的 Avalon、雪佛兰的 Impala、道奇的 Charger、别克的 LaCrosse、克莱斯勒的300和现代的 Azera。作为大型房车呢，它的前后轮距要超过110英寸，内部的空间比较大，售价大约在3万到4万5千美元之间。同时呢，也具有豪华车的一定的配置。通过今天的节目，希望向大家介绍关于经济型大型房车的基本特点，同时也和大家分享福特 Taurus 这一款车的独到之处。福特公司1985年推出 Taurus， 就很受消费者的青睐。在1992年到1996年这5年中 ，Taurus 是在美国销售量最大的轿车。在过去的20多年，福特 Taurus 经历了5次大的改款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款车是2010年推出的第6代。那在2013年呢，有了小小的改款，它的型号叫 Taurus Limited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车的外观部分。一般的中型房车呢，车长大约在190英寸，那么经济型大型房车的车长会更长一些，以便增加内部空间，乘坐起来更加舒适。而这款 Taurus 车长有203英寸，是经济型大型房车中车身最长的。Taurus 车胎使用的是245/45R20的全气候轮胎。Taurus 不愧是美国车，车头和引擎盖都线条粗犷，向后方延伸的倒梯形大灯及镀铬的6角形水箱护罩，使外观更具运动感。在前门壁柱上设有密码锁，没有车钥匙也能进出车辆。Taurus 的底盘有全轮驱动可供选择。现在我坐到了驾驶舱内，福特 Taurus 采用无钥匙启动，踩住刹车，摁住 Engine 的按钮。汽车启动以后，您的方向盘和座椅都挪到了您预先设置的位置。座椅呢有10个方向的电动调整的控制，而且在座椅上有7个小小的气垫，能够帮助您解除长途旅行的疲劳。另外，它还是电热通风椅。方向盘方面有电动的调整，有上下的调整和前后的调整。仪表显示盘采取单圈设计，左右两边各有2个显示屏幕，可以用方向盘上的按钮进行控制，显示多种不同信息。在中控台方面，上方有大型的触控荧光屏。MyFord Touch 则是最令人注意之处，集合音响、电话、导航、空调等功能。空调上是采用双区恒温空调。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Taurus 的语音操作功能。Please say a command. Climate. Climate, say a command. Set my temperature to 72 degrees. Did you say 72 degrees? Yes. Setting temperature to 72 degrees. 福特 Taurus 的语音控制非常有新鲜感，建议大家在使用之前呢，了解一下所有的控制指令，这样运用起来才会比较方便。在中间有2个置物架，在中央扶手部分
还有一个置物空间，里面有一些电子连接的接口。现在我坐到了后排的座椅上，那前方的座椅已经退到了最后的位置，大家可以看到腿部的空间还是非常的宽敞，头部有大约一个拳头的空间。那后排座椅呢比较高，前方的视野非常好，有坐在前排座椅的感觉。虽然坐起来有点高，但还是很舒服，对长途旅行来说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Taurus 的引擎部分。经济型大型房车大多采用 V6 引擎， Taurus 的马力和油耗在这一档车中表现算居中，马力为288匹，最大扭力为254磅英尺。在市区及高速的 EPA 油耗方面，分别是每加仑18和26英里。另外也有2升的 EcoBoost 引擎的选择，能够给出每加仑31英里的油耗表现。如果你是极致的性能发烧友，你也可以往上选择 3.5 升的 EcoBoost 双涡轮增压引擎，这是一颗大马力引擎，可输出高达365匹马力及350磅尺的扭矩。虽然高速每加仑只有25英里，不过同级车中除克莱斯勒300及道奇 Charge 的大排量 5.7 升 V8 引擎外，几乎没有对手可与之抗衡。与大部分同级车一样， Taurus 也是只有6速自排变速箱供选择。行李箱有2种开启方式，一个是车舱内的按钮，另一个呢就是采用遥控器。行李箱的后盖呢没有传统的镰刀式的支杆，而是采取了2个压力式的支杆支撑，不占据任何的行李箱空间。刚刚我们说到 Taurus 的车身长度在同级车中是最长的，现在我们要告诉您，它的20.1立方尺的行李箱空间在同级车中也是最大的，硬是比排名第2的 Impala 多了1.5立方尺的空间。如果空间是您的首选的话，这款 Taurus 应该是您的最佳选择。在安全性方面，在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IIHS 的测试中，2013年的 Taurus 在前方、侧方、后方及车顶强度的测试中都得到了最佳的 Good 评级。在左右后视镜上都有盲点区警示功能，当您的车子在变换车道或向后倒车时，如果盲点区有车辆接近时，它会在双边后视镜上显示警示符号。停车辅助功能在 Taurus 这款车上是标配，这给对平行拨车有困难的司机带来了方便。根据汽车质量权威评定机构 J.D. Power 对2011年的 Taurus 新车主做的新车初始质量调查， Taurus 得到了平均4个圈的高评价，是同级车中最好的。那么除了 Taurus 外，其他车型值得考虑的部分有：如果您想以最少的价格买到最大的马力，那道奇的 Charger 会是您的首选。42000美元，您可以买到6.4升引擎，高达470匹马力输出。如果觉得 Charger 的造型太年轻了，那么再多加点资金，你也可以考虑使用同一颗引擎的兄弟车克莱斯勒300。注重油耗的经济型买家则可以考虑购买别克的 LaCrosse， 它的基本款 2.4 升引擎有着市区每加仑25英里、高速每加仑36英里的好表现。想要最大的室内空间，那现代的 Azera 以最短的车长创造出107立方尺最大室内空间，堪称空间魔术师。而丰田的 Avalon 有40.9英寸的最长后座腿部活动空间，相当宽敞的室内空间，可靠的零件品质及最佳的二手行情等优势，深得保守型买家的青睐。而年底新款 Avalon 还准备以全新设计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买家范围。如果您正在选购一辆大型经济房车的话，福特的 Taurus 以它的驾驶乐趣、超大的行李空间以及丰富的电子配备这样的全能表现，也许会赢得您的青睐。
好，今天的试驾就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